谁也没想到，没有海军的乌克兰竟然能在黑海西部随意行动，战绩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夺回黑海钻井平台、袭击塞瓦斯托波尔港口、摧毁黑海舰队总部等等。为了躲避乌军的袭击，黑海舰队只能远离乌克兰海域，逃离塞瓦斯托波尔。问题来了，黑海舰队逃跑有用吗？乌俄战场当前的战况如何？虽然俄罗斯还没有丢掉克里米亚的控制权，但黑海舰队已经先行撤离了克里米亚，目的呢很明确，避祸，为之后俄军从克里米亚溃败做准备。加上乌军频繁的袭击，黑海舰队不跑的话，这些舰船很可能会成为乌军的战利品。黑海舰队无力抵抗无人艇已经够丢人了，如果再被乌克兰俘虏几艘军舰，那还不如变莫斯科号潜艇。从这方面看，逃离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乌克兰控制黑海地区后，俄罗斯的海上前线后退了185公里，将黑海舰队转移到俄本土的新罗西斯克军港以及克里米亚半岛东侧的费奥多西亚。其中费奥多西亚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驻港地点，克里米亚半岛的陆地为黑海舰队提供了一定的遮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开乌军无人艇以及岸基导弹的袭击。而新罗西斯克则远离克里米亚，位于黑海东北岸。从当前情况来看，黑海舰队已经不敢去黑海西部了，舰艇甚至不敢越过塔尔汉库特角，只能派出飞机在黑海展示优势。一旦乌克兰获得 F-16，俄罗斯恐怕连战机都不敢飞到黑海西部了。同时，黑海舰队主力转移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沿岸地区的海上封锁基本上变得无效。没有俄军干扰，敖德萨以及周边地区的3个黑海港口已恢复接收用于谷物出口的货船。目前已经有10几艘各国商船通过乌克兰建立的临时通道进出。或许有些人会认为，黑海舰队还可以选择以常规动力潜艇封锁乌克兰沿岸地区。当然，理论上来说，俄军确实可以用克里米亚海军航空兵的战机以及潜艇威胁商船。乌军虽然已经在造船厂内摧毁了1艘潜艇，但乌军的反潜能力属于弱项。到目前为止，北约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反潜武器，俄军可以使用潜艇，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攻击公海上的商船与直接轰炸乌克兰港口内的设施是2种性质，而且黑海舰队没有核潜艇，只有常规动力的柴电潜艇。虽然也适合在狭窄的黑海内运作，但是由于航速、航程和水下持续力等方面的限制，没办法全面封锁乌克兰沿岸地区。火力军还是那句话，俄罗斯之前退出黑海粮食协定，并威胁攻击商船，用意不是破罐破摔，而是希望以此与北约讨价还价，顺便解除部分对俄制裁。只是万万没想到，乌军直接搞源头打击，把俄军威胁封锁黑海的工具黑海舰队给废了。实力不如人，俄罗斯也只能忍气吞声。这个时候再放狠话或者干扰商船通行，那就等于自己打自己脸。这就有一个问题，黑海舰队逃离克里米亚有用吗？火力军的看法是有，但是并不大。就算是躲在新罗西斯克和费奥多西亚，黑海舰队也不是很安全。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已经成功袭击了新罗西斯克，美国援助的 F-16到位之后，乌军很可能会对黑海舰队发起进一步打击。火力军这可不是随便说的，美国已经放松了援乌武器的限制，乌克兰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武器。德国援乌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也是如此，可以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目标，完全符合国际法。有意思的是，美国和欧盟正在寻找向乌克兰转移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法律方案，足足3000亿美元，用俄罗斯的钱来打俄罗斯，真是喜闻乐见。总的来说，黑海舰队接二连三的被重创，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封锁乌克兰港口。乌克兰自行开辟的沿黑海西北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沿岸的运输走廊也在发挥效果。可以说，乌军已经解除了俄军的封锁。也正如英国副国防大臣詹姆斯·希佩在华沙安全论坛上所说的那样，乌克兰已经功能性击败了俄罗斯黑海舰队。聊完黑海舰队，我们再来看看乌俄战场最新的消息。最近乌军的攻击力度一点都没有减弱。战争研究所甚至表示，俄军的作战能力显著恶化，无法再进行反击并抵挡乌克兰的突破。巴赫穆特方向，在坦克的支援下，乌克兰第5旅的攻击小组正向巴赫穆特的南大门奥特皮内逼近。就战果来看，乌军在南翼整体推进了不少，俄军的铁路防线已经彻底告破， T0513公路一线岌岌可危。为了保住克里姆林宫的面子工程，俄罗斯在巴赫穆特下了血本。
听说俄军集结了5万名士兵、211辆坦克、1000辆装甲战车、110门火炮系统和另外100门多管火箭炮，但到底有没有不好说。就战场情况来看，巴赫穆特的俄军什么都缺，补给、装备、炮兵都不够。库皮扬斯克莱曼方向，俄罗斯恢复了对这条防线的攻击，但是目前更多的是空袭和远程炮击。10月3日的时候，俄军还尝试过局部进攻，结果自然是失败了。至少1辆 T90M 和1辆 BMP3M 被摧毁，二者都是被自家的反坦克地雷炸毁的。火力军估计，俄军可能会在秋季或冬季晚些时候，在这个方向发起新的攻势，但规模不会很大。之前有消息说，俄军在东线集中了约1085辆坦克、近2000辆装甲战车、700多个火炮以及500个多管火箭系统，总兵力10万左右。刚开始的时候，兵力或许有那么多，但是现在俄军防线上到处都是窟窿，已经没有那么多武器和士兵了。毕竟抽调不少部队去支援巴赫穆特和扎波罗热，而且打到现在，传说中的俄罗斯大反攻还是没有踪影，都是一些小打小闹。至于扎波罗热方向，从10月4号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传言称，乌军收复了新普罗科皮夫卡村，并且成功插旗，现在已经清理村南的俄军。乌军总参谋部也确认了乌军在新普罗科皮夫卡取得成功，只是现在没有看到视觉上的证据。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乌军已经控制了新普罗科皮夫卡北面的防御工事，大概率还没有完全控制新普罗科夫卡，还需要点时间来完成清理工作。不过距离彻底收复已经不远了，俄军在新普罗科夫卡的分遣队几乎失去了所有重型装备，乌军可以很轻松的拿下。科巴尼方向，乌军第47旅和第116旅沿着2条反坦克壕向村子推进，俄罗斯76空降师的部队被迫调集部分预备队到这里。维尔波维方向，乌军已经突破俄罗斯第56空降团的防线，目前乌军距离下一道苏罗维金线还有3公里，一旦他们到达那里，就意味着已经控制了这条总共15公里宽的坚固防线。托克马克方向依旧是连续不断的炮击，不过最近还要加上渗透战队，越来越多的乌军特种部队渗透到了托克马克及其周边地区，与阿泰式游击队合作，在俄军后方搞偷袭。同时，根据俄方的消息，托克马克的行政办公室、商店和市场已经暂停营业，家庭和教育工作者已经开始有限度的撤离，估计在俄军内部已经确定守不住托克马克了。第聂伯河方向，乌克兰炮兵也加强了对奥列斯基市、科扎奇、新卡霍夫卡的炮击，突击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则不断深入到俄罗斯部队后方。乌军新组建的第48独立突击营也已经部署到赫尔松州，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渡河战役很可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火力军估计，乌军要在第聂伯河左岸建立另一条战线，目标是什么？各位也都知道。克里米亚方向，乌军频繁发起突袭行动。过去1个月，乌克兰对克里米亚至少进行了3次跨海滩行动，火力军愿称之为新克里米亚战争。10月4日的时候，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还表示，斯图格纳和布拉茨沃特种作战部队登陆克里米亚半岛，在完成任务后撤退。不过乌军没有具体说明登陆时间，但表示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损失。黑海舰队的撤离也给了乌军奔袭克里米亚渗透的机会，目前还不知道这种行动可以对乌军造成多大的损失。火力军估计更多的是一种袭扰，顺带暗示一下克里米亚的居民，乌军要打到克里米亚了。同时还有消息称，俄罗斯正在修建一条从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到马里乌波尔的金公路。很明显，克里姆林宫并没有放弃长期占领乌克兰领土的执念。战争研究所也认为，尽管遭受了挫折，普京的目标依旧没有改变。关于外交途径解决这场战争，基本不太现实。乌克兰要想实现和平，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在战场上彻底分出胜负。这点乌军或许更占优势。乌军的反攻并未因天气转凉而冷却，相反正继续加快步伐推进。俄军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巨大的弹药损耗和惨重的伤亡正在逐渐拖垮俄军。按照乌克兰退役中将的说法，俄军的炮弹发射数量从以前的每天5万到7发，下降到每天2万到3万发。同时，乌军火炮对敌方目标造成的伤害高达 70%， 在准确性和射程方面远超俄军。这点火力军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从战场情况来说，乌军的炮弹供应确实有问题，但是俄军的问题明显更大。乌克兰有队友，现在北约正在提升炮弹产量，反观俄罗斯一直在吃苏联老本，炮弹完全靠自家的库存，不过现在余量也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最近和朝鲜眉来眼去，找外援补充炮弹的库存。总的来说，想要全歼黑海舰队，乌军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就战场情况来看，在功能上已经差不多了。
在乌军接连的袭击下，逃离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比如躺在乌军战绩榜上好看。只是黑海舰队走了之后，克里米亚守军的实力肯定会下滑。对于乌军而言，这是一个进攻的好时机。当然了，这也是乌军自己争取的成果。除了前线的攻坚，乌军还在稳步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为未来的进步创造条件。最典型的就是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而言，克里米亚不仅是一个后勤中心，也是俄军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按照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将军的话来说，谁在这场战争结束时控制了克里米亚，谁将成为胜利者。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乌俄战争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开始，也必然以收复克里米亚结束。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黑海舰队逃离有用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